原來茯苓和茶葉才是絕配，作用可真厲害，解決了很多人的大煩惱。方法簡單，既省錢又實用，只可惜知道的人不多。那麼快跟着視頻來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這裡是鵬鵬美食坊。茯苓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，它是一種多孔菌科真菌的干燥竞合，它寄生于松树根部，而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使用，因此又被誉为四时神药。而茶叶就不用多說了，在我國有很多朋友都喜歡喝，特別是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喝功夫茶，因為它不僅僅喝起來口感好，並且茶葉當中也含有非常多的營養成分，它含有茶多酚、咖啡因、氨基酸等等。而今天我們要把茯苓和茶葉搭配在一起來食用，這種做法你見過嗎？如果沒有，那麼別走開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首先準備10克左右的茯苓，先把它放入碗中，接下來往碗中倒入一些水，然後用水把茯苓給它泡10分鐘左右時間，這樣可以讓它稍微變得軟一些，因為茯苓它特別的堅硬。經過浸泡，我們才能把它給切開，讓它當中的營養成分釋放的更加充分。接下來再準備一小把茶葉，茶葉不要太多喲，因為太多的話口感會特別的苦。在用之前，我們也需要放入碗中，然後加水把茶葉清洗一下。很多喜歡喝茶的朋友都非常的清楚，第一次茶葉水我們需要把它給倒掉，因為茶葉表面有很多的灰塵，需要清洗一下，又被稱之為洗茶水，並且洗過之後，咱們無論是泡出來的茶或者煮出來的茶，第二次它的口感都會相對比較好一些。不知道平時你在家裡面泡茶喝的時候，有沒有先把茶葉給它洗一次，或者是把第一次泡茶水給它倒掉呢？如果沒有，那麼一定要學起來哦。洗好之後將茶葉撈出，然後再準備2顆大紅棗，用之前先把表面淋濕，因為我們需要給它洗一洗，並且洗的時候加入一勺麵粉來洗，才能把紅棗表面洗得乾乾淨淨。因為很明顯的可以看見紅棗表面有許多的褶皺，容易藏納灰塵，而麵粉它的吸附作用是非常的強的。通過這種方法，才能把紅棗表面的灰塵給它洗得乾乾淨淨。儘管紅棗它營養價值特別高，但是我們也一定要給它清洗乾淨，這樣食用起來才會更加的放心，更加的衛生。不知道平時你用紅棗泡水、泡茶或者是泡酒的時候，有沒有用這個方法給它清洗一下呢？洗好之後，我們用水給它沖一沖，這樣就得到了2顆非常乾淨的紅棗。然後把洗淨的紅棗放入碗中，像這種紅棗它個頭較大，因此我們可以選擇用剪刀給它剪開，這樣才能讓紅棗當中的成分釋放得更加充分。當然了，你如果需要吃紅棗，那麼也可以選擇將紅棗的棗核給去掉，這裡我就直接剪開即可。這個時間茯苓也已經泡得差不多了，可以感覺一下它稍微已經變軟了許多，然後把它在水中稍微淘洗，洗去表面的灰塵即可，然後將所有的茯苓撈出，再用一勺水給它沖洗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後把茯苓放在菜板上，
這裡建議用菜刀把每一粒茯苓給它切一下，從中間一分為二。因為茯苓它是不規則形狀，有的特別大，有的特別小。而如果茯苓它個頭較大，那麼在煮的過程中，它當中的成分不能徹底被釋放出來。所以我們在使用茯苓之前，一定要用刀給它從中間切開哦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把它放入鍋中，然後紅棗也放入鍋中。最後再加入500毫升左右的純淨水。這裡不要先把茶葉放入，因為茶葉煮久了口感會偏苦。然後將鍋蓋蓋上，然後先開大火將鍋裡面燒開，再轉小火煮上30分鐘左右的時間。現在茯苓已經被煮好，揭開的一瞬間，你會聞到一股濃郁的香味兒，說明無論是茯苓還是紅棗當中的成分已經煮至鍋中，可以盛出來看一看，湯汁的顏色也已經變了，而這個時候就已經差不多了，只需要把洗乾淨的茶葉倒入鍋中，稍微用勺子攪一攪，然後再次蓋上鍋蓋，用小火給它煮5分鐘左右的時間就行。時間到了以後，關火開鍋。哇，一股特別濃郁的茶香味撲鼻而來，盛出來看一看，湯汁的顏色也已經變得特別濃郁，說明這些食材當中的成分已經徹底煮至水中。而這樣煮出來的一鍋茯苓紅棗茶，看一看已經足夠好幾個人喝了，並且食材盛出來以後，我們喝過還可以再用水泡上2到3次，也沒有太大的影響。不知道平時茯苓加茶葉這種做法你有沒有試過呢？你知道它的作用嗎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，不要小看它哦。因為這一道茯苓配茶葉煮水，解決了很多人的大煩惱，你趕緊試一試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不見不散，拜拜。